嗨，大家好。那我们继续改良上次的档案。那上次的档案呢，其实我后来不是改成用画笔去产生建筑，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有点慢，然后其实你在画的时候不好去对它的方向，有时候在最开头和最尾端那个建筑物的面向会偏掉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还是整个改掉，改成另一个做法，让用这个档案可以很快的在可能1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生成这样一个程式。好，那我们就从头开始做一下。那我先用边说边做的方式，先把一整个程式先做完，然后再回头跟大家讲一下要注意的细节有哪些，然后它的可以调整的参数怎么调整。好，那我们把东西都清空以后，首先我就先选第一个物件，然后按 Tab，然后 Shift A 建立一个平面，然后按 A 全选这些点，我先进到点模式，按 A 全选，然后按 S 缩放它，那这个程式就会开始建造出来。然后你选择一个你大概觉得 OK 的程度就好，你觉得够大或是你的电脑负荷得了就可以。好，那接下来进到这个镜头里面，我们检查一下，转一下看一下。那以近景来说，大概就还很快就建出来。可是，一样就是后面这些远景，我们如果用之前的方法用画笔画，你可能要画非常久，然后要画非常多建筑，所以这次我就又改成用第二个，然后用低模的方式去做会比较快。我们就进到远景的部分，我们先退出这个镜头，刚刚还在那个编辑模式，要退出来，退出来之后再进到第二个物件里面，然后按 Tab，接着一样按 Shift A，再建一个平面，然后我们拉远一点，我们要再去放大这个平面，因为它在这里面，所以我们要拉久一点，然后它出来。那这就是我的远景，会是用低模的方式去做，然后我们可以用大一点没关系。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镜头底下，那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。然后远景大概在画的时候，大部分会用一些空气感去做嘛。然后这边色块分的明显的话，你也好做选取的区域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远景的部分太快是低模呈现的话，你觉得不好，又或者是说，我们离开一下这个镜头，又或者是说你想要用类似这种俯瞰的方式，然后你觉得这太快是低模，所以你也觉得不好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边再跳回去第一个。我们再点模式，按 Tab 进到第一个，然后按 A 全选，就4个点嘛。然后我们再继续放大它。你一旦放大的话，它旁边的那个低模会被你推出去，它不会重叠，所以你可以就直接放心的去改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，那它远处的地方更多会是高模的部分。我按 Tab 退出编辑。那在俯视，如果你是需要取这种景，或者是从高空跳下去，你希望有一个这种城市景的话，那它一点不自然，就是它没有路嘛，所以我这边做了一个路。那我们选这个 curve 的地方，按 Tab 进来，这边选画笔，那你就可以去画它的道路。那它道路我们再顶一点，它就会被清出来，那建筑就会被隔开。你可以随意的画，那这样看起来就会更自然一点。如果从这地方，这边就可以看出来有那个路，然后你可以随意画，你也可以画一圈啊，那它就有一圈了，这样子就自然非常多。那如果你要顶视的话，你是不是这边又有坡在？那你就再回到刚刚这里，然后 Tab 继续放大它，因为它低模嘛，所以其实我相信一般的电脑是可以的啦。我这个都可以了，我这个970都可以，这样就搞定了。后面到时候打雾嘛，这很可以哈。那到这边这个程式大概就做完了，去这个镜头也看一下，我们绕一圈也看一下。那接下来我就回去讲一下，这里面有一些参数是可以调的。那我先按 Tab 退出来。那首先你要注意的就是你在每一个东西在切换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它是黄色的底，然后你按 Tab，然后进到这个模式下，你再去做编辑，不然会出问题。有时候常常会忘记，就变成这样子去点，就变成它会有2个，那这样是不行的。所以你一定要回到原本的地方退出，这个很重要。
好，那接下来我讲一下这个各个参数。那首先这是第一个里面，我们来看这个工具里面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，这边有个 safe road， 就是它，我们往上看一下。那这个数值越高呢，就是越保护你不要去重叠。但是你调的越高，那个建筑会越空，所以这个离得会越远，所以要自己取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个，主建筑的密度是上面这个 building density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再去加它，它就会越来越密。但它有时候会密到就是说会重叠啦，所以这个也是要自己慢慢调整。但是预设应该是我觉得那个数值是最好的，大概就这样。然后你往下的话，它就会越来越，它甚至可以到没有。我把它调回来。那下面这个就是在地面上的这些小建筑物，我们把它缩小哈。好，接着是主建筑物它的乱数再去重新排列。比如说我们刚刚这个地方，我再把这个远景开起来。那你可以在这边再去乱数去做排列，然后地板东西也可以去排列。然后第三个是路的大小，第三个。那我先把这个 safe 先调低一点，不然看起来很奇怪。那这个就是路的宽度，你可以调很宽。然后这是近景的部分嘛，那近景部分就这些，其实数值蛮少的，这样反而比较好调整。如果一大堆的话，反而不知道从何调起。远景的部分是选这个是远景嘛？那远景的部分就更没有什么好调，因为这个密度其实，你可以尽量，如果它很远的话，你就尽量降，这样对于你的那个效能会更好一点。第二个很重要就是这种比较高的建筑物的密度，那预设是1啦，那你调少的话就没有了，然后你调1大概这么多，你调再多的话，它会蛮有重复感的，所以也不建议这样子1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大能接受的范围。觉得这数量对了，但是位置不是你要的，那你就在这边再去乱数去找到一个你觉得合适，这几个就比较好。有高有低的话，这个也不错，这有一个形状出来，我们就这个。这边再说一下，怎么样把你做好的东西清除掉。进到编辑模式之后按 A 全选按 Delete， 每一个都这样，然后点，它就会出现这个，按这个它就清掉，然后退出，这一定要记得退出，然后再到第二个，再进入看到这个之后按 A 全选之后按 Delete， 然后再退出。再进到最后一个，然后进到 Editor， 按 A， 按 Delete， 好，这样就清完了。那要重建一样，这边按 Shift A， 又从一开始开始。要记得把那个 cursor 调回来，所以我还是先把 Delete 掉。Shift S 可以重置这个 cursor 的位置，这里好。那这样子，我们在 Shift A 之后，它就会在这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讲一下怎么把这些东西替换成你自己做的东西。主要的就是呢，这边有4个 collection， 那你只要能够把这4个取代掉就 OK。那你也可以用1个取代4个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先很快的做4个出来，然后再跟大家讲怎么换。好，这2个是 collection 1，我们按 M，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 A 好了。这2个是 B， 按 M， 给它一个 B。是 D。好，这样我们有4个。接下来我们到第一个 Geometry Node 里面。好，那这边这2个就是我们要取代的 1、2，这是1，这是2，所以这个换成 A。我直接，我这边 Collection 1嘛，那我们换成 A。我看一下，它就变成 A 这2个一直去替换了。所以你可以就换成你自己的模型就可以。然后这边是 B， 那就换成 B。
那全部都换掉。那因为你大小就要自己去掌握一下，自己去改。然后第二个，接下来第二个，第二个你按的时候，你还要再记得它，像刚刚这里，它是第一个的第二个，你要替换的是这个，我们刚才替换了 A、B， 然后现在我们到第二个的，它刚才第三个就不对了，我们要到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第二个里面的第二个，这里面也有2个，我们找红色的这个就在这，有点小，但没关系，就这边有写嘛。collection 3，那我们就换成 C， 然后它就换掉，换成这2个，然后高的这个就在这里，换成 D。好，那这样就换完。研究那么多 Geometry Node 的主要其实就是为了要让它这个程式可以进到 CSP 里面变成我的素材。那所以就像那个天空盒一样，所以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把这个程式进到 CSP 变成素材，好，以后直接可以使用。那这次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